养心殿，清康熙之后的权力中心，是光听名字就让人心生向往的皇家居所。可如今，游客只能在宫墙外想象这里曾发生的一切。来一个字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能看。希望吧。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嘉靖那年的哈。应该是14。然后这是个4，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想亲这一片儿，但是这一片儿感觉不一定能亲得出来。在《明实录》里边，它那个档案记载的是嘉靖16年新作养心殿成。2015年底，故宫博物院开启了对养心殿100余年来的首次大修，让这座网红宫殿变成了研究性修缮项目的明星工程。张典正在做的是在养心殿外围墙的砖石上拓印文字，好像是，哎，好像是尺度，摇虎太棒了，竟然可以把它识别出来，我今天下午没白干。故宫，北京城600年不变的中心，宫殿近乎永恒的屹立。时光送走了风起云涌的大历史，却始终带着温情眷恋紫禁城。然而，没有城池能离开人存在。在故宫600年的，既是草木砖石雕梁画栋，更是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与坚守。工程管理处是故宫博物院为古建修缮和研究而专门设立的管理部门。同600年前一样，故宫一直位于首都的正中心。为了避开早高峰，王辉每天都会赶早来到办公室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资料了。我没找着。他在2003年故宫正式启动大修时加入工程管理处，如今经验已十分老道。现在养心殿的工程管理就由他负责。这2天也没人喂它啊，就是有2天不喂啊，手一进来的，它自己全上来了都。工程管理处的办公室以黑瓦覆顶，这大有讲究。1421年春，紫禁城在刚刚建成97天后就遭受雷击，3大殿全部烧毁。于是，防火成为这座城池的重中之重。这座小院子的前身正是大内防火部门。无形中，水属黑，黑瓦象征着防火部门的职责。
劈个叉给你们看，慢点啊。过来就可以了。王辉和张典几乎每天都要和养心殿打交道。看得清吗？左二啊。对，左二己，他想写那个带木字边的横，但是他写成了行走的行。对他们来说，养心殿大修不仅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，也是一个不断发现意外和惊喜的过程。这个量的时候，如果规矩的做法，或者说如果书上的，它一定应该上面还有一个。哦，但是它现在这个是没有的。哦。但是如果这个你不拆开，你肯定是不知道的。对。后殿是皇帝的卧室。随着修缮的进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连皇帝都不知道的秘密。这个就一个。不是，不止一个呀。你那个肯定也不是望满钉。哪个呀？那边那个肯定不是望满钉。这个。有人居然在万岁爷头上搞小动作。行。后殿的这个椽子呢，它直接钉到这个正脊领上了。像这种单领的脊，应该上边有一个扶脊木。这个扶脊木的话，它的这个面是有一个一个的船窝的。这个船窝是要把船子给放进去，卡在上面。那现在的话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船子就是浮搁在上面，然后靠钉子给它连着。工人们揭开这片屋面后，才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后殿卷棚式硬山顶的木结构做法与常规法式相比，做了很大的简化，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工程标准。加得上，咱这哪有啊？有。我认为应该是嘉庆之后。是吧？对。非常非常后期的做法。嗨，我估计肯定也是国力衰弱的时候弄的这个。对，你要是有钱，人家没必要，毕竟是皇宫里的东西，人没必要给你做成这样。所以这个是用在太庙上的，然后后来就随意用在了咱们养心殿。然后这是用在那个文华殿的，但是后来也用到了，就是有可能他那个就是修文华的时候，他可能烧了一批，然后没用完，它存在了库房里头。他们发现，养心殿屋顶有铭文的瓦片大多集中在嘉庆4年前后，也就是1799年。嘉庆帝为什么不在登基时装修好养心殿，直接拎包入住呢？答案是，登基后的头4年，他根本没资格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1796年，乾隆正式传位嘉庆，但这位太上皇并没有像他公开宣称的那样，去精心修缮的秘密花园颐养天年。对权力的占有欲让他无心修身养性。退位后的乾隆继续住在养心殿内，牢牢把持着朝局。3年多的时间里，嘉庆虽贵为人君，却倍感来自父亲的压力。
直到嘉庆4年，乾隆去世后，这位新皇帝才搬入养心殿。压抑已久的嘉庆不仅立即逮捕了父皇最喜爱的和珅，也迫不及待地给养心殿换了新颜。章典拓印的海量马片，见证了也忠实记录了这位40岁皇帝的志得意满。要穿越一下了啊！这一天，养心殿西配殿的一根墙内立柱，给工程管理处的修缮出了一道难题。这个角上。初步勘察发现，这根立柱内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糟朽。如果整根替换，就要拆掉立柱周围的整片墙体，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可以说是古建维修过程中难度很大的工作之一。你看这个，我看，它这个基本上是有2部分，估计这个柱子保住的可能性不是太大。这个也是。估计好不到哪儿去了，我这么看。尽量保呗，能保一段就。哎，咱们得从这个门进。哦，从这小门是吧？哎，这个独立门。木材总会因为上了年纪而开始朽坏，很多时候，朽坏是从内部开始的。如何处理这些木材？工程管理处邀请专家前来会诊。底下糟了，底下肯定糟了。那就是它好像就是里边这剩下筋了，里边就变成这种粉末状的，是吧？对，应该就是说过去啊，凡是这个来一批木料里边斜纹的，带点斜纹的，它立着没事，没错，它立住顶前筋呢。是，你梁不行，梁带斜裂的不行，不行，檩条带斜裂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很多柱子里面大部分就是带斜裂的比较多。是吧？但是它刚一开始啊，从表面带一些斜柳。古代的建筑者们在坚守匠作标准的同时，也会努力做到物尽其用。有斜纹的整根木料够不上衡量的标准，但用作立柱还是能够勉强胜任的。古建筑里的每一根木头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但只有与它们相处足够长时间的人才能够听懂它们。李永革，故宫第3代大木匠的代表人物，参加过19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故宫大修工程。30年前，他就曾参与修缮过养心殿。他就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读懂木材的人。这个吗？对，那这种石构件，我们都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，包括那种，这有好。工程管理处十分注重前辈匠人累积的营缮经验。养心殿修缮项目开工以来，请老匠人们回来指导是常有的事儿。然后您看这一区的地面，咱们就80年的时候动过吗？就这一块后面的这个。挖不过。也挖不过。对，过去这院里边那个房上也修了，房下也修了，对吧？就是人家过去说的那个叫是，干千年湿万年，不湿不干就半年，就是一沤，慢慢就坏了。你看你手摸这个啊，不够100年以上是出现不了这种痕迹的，就是它够一定时间以后，它的这个木筋，它一般不会塌陷，然后中间这部分就是肉，它塌陷。你看那个，越靠下边可能是它这个风吹啊，可能是比较多，它塌陷的越来越厉害。你看这位置，它都有一些塌陷。工程管理处用影像记录下这些过程，为一代代故宫的修缮者留下宝贵的资料。李永革的师傅和师爷们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修缮这片古老的工厂，他自己也已经在这里做了40多年的大木匠。
像这种节目发现问题了，肯定我们要修理修理。如今，他又把自己的积累点点滴滴传递给后辈。古建修缮就这样代代相传，养心殿大修的背后站着的是几代故宫人。走了，同志们，不走关门了啊！你们就好，关门。应工程管理处的邀请，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带着一组设备来到养心殿，对立柱的遭朽程度展开进一步测量。这个设备能在微窗的情况下探测木材横断面的遭朽程度，并将其反映在波形图上。这相当于给木材做了一次 CT 扫描。哇，这李翠不好。完了，完了，接着打啊，接着打。不行了，这个。对，接着打，等让你停再停。哎呀，最初的几张波形图显示，立柱很有可能已经完全遭朽，需要整体替换。这个好像是哇，这一段9公分，就开始，将近10公分，我想要一个这个数据，就是这个方子对2.7的顺地方，再顺着再来一个。在张典的坚持下，检测团队在较高的位置增加了一个取样点。希望可以保住哪怕一部分呢，就尽量能够那个。行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这一块看的话，还可以的。结果出来了，立柱上半部分还具备受力能力，蹲接成了可行的方式。一部分原有木质可以在这次修缮中保存下来，附着其上的历史也能得到留存。这就是原来修的时候找一棵木材凑合着上，这个应该有多少年了？应该有100多年了吧？这100多年之后再修，麻烦就来了。当时要不用它，用一棵好的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由于气候渐冷，不适宜泥水作业，工程管理处决定今年完成这根立柱的备料，来年开春正式施工。养心殿的一天从神武门开始。每天早晨，维修工人统一由此入宫。你像这根也是，它有一根钉子打折了在这儿。然后钉子是老孔进去的。虽然墙内立柱要明年才开工，但养心殿其他的工作仍在继续。第一根是老孔。通过对养心殿的测绘与记录，研究者们希望给这座宫殿的建筑生命建立一份医学档案。看我的手套已经牺牲了，如果这是我的肉，是不是就已经滑滑的？对，我来的之前我是给你打电话，我说我告诉你我过来一趟，我照一下那后面的雨单啊。杨老师他们在底下呢，他们我看不见你。您贵姓？姓我，王国民。做彩画。您不是原来？我原来在2队了，2队。就在2队。1队待了2年。这管理人才。我们在工地干活。牺牲掉了。
这还要拍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都不敢来实习了。嗯，像那个我们今天做的那个是船子的分型分式，22是第2种。如果是一批做出来的船子的话，它的这个做法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会综合这些各种细节，然后再结合文献、结合图档，分析它的这个修缮，就是一个建筑的成长史。300多年前，一个外国人和今天的古建研究者们有类似的爱好，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录。1690年。法国传教士张成应邀来养心殿为康熙讲授数学课。这时的养心殿是造办处的工作场所。他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有趣的匠人段落：我们被领到皇宫内一处名为养心殿的地方，那里有一部分最巧的匠人，如漆画匠、木匠、金匠、铜匠等等在工作。张成甚至注意到，康熙对匠作也有浓郁的兴趣，有时会特意到这里看工匠们干活。去拿咱们的帽子。不是。来的时候它是这块这个透风砖嘛，它是就是在这个上面。它这个可以拿出来。破坏了蜘蛛。透风砖，古代匠人一个精巧的发明。镂空的砖与养心殿大修同时进行的，还有其他宫殿的勘察和修缮。看了吗？马上就要掉下来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急的事儿。还可以，中间没问题，两边这个应该给它做了，然后这个门。建筑本身是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馆藏文物。这些穿梭在紫禁城的人，来自古建部管理科。日复一日，古建身上的大病小灾都会被他们细致记录下来，并制定出维修方案。就是每年要查一次，对，查到这么多的点位啊。今年电子系统这一块是查了6000多个点，6200多个点，然后就是这么大量的这个检测的这个点位的，之前都是拿那个大的 A3 纸啊，然后再去人工的记，然后就现在相当于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信息全都给它电子化，然后用那个 Pad 端，我们手持就可以现场记录了。这边缺的件，两边仙人，
对，仙人也缺呢。像2个、4个，加上那个门4，那门也没有。还有上面那个正脊那块儿吧，那儿也缺一块。对，盖基瓦也缺一块。你看兽脚，它不规则的还是挺多的。你看像这个兽脚不也是吗？哎，越是这样的地儿越好。还磕着碰着。对。这俩脑袋。拿一个人像拍一下。人像，太美艳了。这个天儿冷了，多穿点。对。让仙人冲镜头笑一个。就转过去，小鹿就这样。生气啊！建筑巡查的最后一站，齐飞和同事们来到了一片未开放区域。这里有一座神奇的建筑，他们要重启一项因疫情搁置的修缮工程。玄穹宝殿是明清2代皇宫举行道教活动的场所，殿内主神是昊天上帝。清代，咸丰帝曾到此拈香祈雪。玄穹门是通往这座宫殿的最后一道守卫，在漫长时间的侵蚀下，它已经不那么坚固了。其实这大多数还是在的。对，但有。这多久没到这儿来？就疫情之间就没进来。对。疫情有多长，他们就在这儿有多久。他们在冷宫里待。我下去。我来这个给你拿。哦。不要在这，还是跟他说一声。玄穹门的问题出在这根遭朽的木梁上。木头，中国传统建筑营造中最重要的材料，时时面临雷击、遭朽、虫害等劫难的侵袭。还有光泽感。这个这么个香味，这柏树更香。柏树是吧？放口袋了。这是抱下来的。多帮我拿一个。面对遭朽的木构件，人们常常陷入两难。从功能的角度，新木材受力能力更加优秀，但从文物的角度，则要尽量多地保留原始材料和历史痕迹。古建部决定，将这块木料完好的部分留下，缺失处用新的木条补上。找一点。这根新旧合一的木梁将继续支撑玄穹门的琉璃装饰。拜拜。木料上留下的日期是为下一代修缮者们提供的技术线索。当然，齐飞希望这些线索最好永远不被启用。就是没有问题就一定不用动，有问题就一定会动，就让它封存在里头吧。相比于玄穹门的木梁，这根千疮百孔的木头并没有给工程管理处选择的机会。原本它位于养心殿正殿最上方，位置显赫，岗位重要，还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——扶脊木。为了防水，传统建筑的屋顶设置了多道防线。平常我们能看到的是屋脊和铜板瓦面，它们的下面隐藏着由油性灰浆组成的
厚厚的灰背。支撑灰背的是由望板、船、檩组成的木结构，其中的船就固定在整座建筑最高的大型木构件扶脊木之上。正是这种层层叠叠的结构，让宫殿滴水不漏。明代热火朝天的皇家工厂，几乎耗尽了中国境内所有的金丝楠木。这种珍贵的木材生长周期要数百年。到了清代，皇帝在修整宫殿时，金丝楠木已经无处可寻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降低木材的规格。养心殿的这根扶脊木，正是历史上维修时替换上去的松木所做而成。按照修缮原则，工程管理处需要用一根品种和质地完全相同的新木料来替代它。从清代起，北京周边就有多个牧场为宫廷提供木料。这根被选中的松木已经完成了粗加工，将在今夜运进故宫。还是11点半到神武门那儿啊。11点半到啊。行，到那儿我给你打电话吧。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由于北京2环以内的禁行规定，司机孟师傅需要先开到南3环外稍事休息，等到夜里11点，再花半个小时完成后半段的行程。时间的魅力之一，就是能够凝固无数穿越时间的美丽。养心殿屋顶金丝楠木脊岭之上的明代彩画，因为这次扶脊木的更替而短暂地露出真容。有人推测，嘉靖年间，养心殿是这位热衷修仙的皇帝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。第一次将养心殿用作住所的，大概是明万历皇帝。他在这间宫殿宅了将近30年，几乎没怎么出门。著名的万历15年大开大合，但很少有人想到，这位资深宅男是在这座房间里书写了大历史。近30年不上朝的他，到底在养心殿干些什么？至今，历史学家仍然没有定论。但建筑专家对他所居住的养心殿扶脊木结构却已经了如指掌。建筑总归比人好懂多了。养心殿正殿的扶脊木之间以燕尾榫相连，这种形制特殊的榫卯可以经受横向的拉力，能够将房顶的所有扶脊木紧密相连，赋予屋面更加稳定的结构。孩子别撒手啊！来，走。扶脊木的制作和安装完全是手工作业，在没有现代起重设施的情况下，千百年来的匠人们都是靠人力将这些巨大的木材组合成华美的宫殿。看手啊！好嘞。
那挺好，下不去了。行，那我先弄出来。好嘞。这边大。下来的旧钉子固定其他木构件，这组彩画再次隐身。重见天日可能要等待下一次修缮的时候。各位观众，现在闭馆时间到了，请您按时带好。往哪儿走啊？哪儿走啊？今天晚上，王辉轮值夜班。随着天气渐冷，养心殿的修缮工程就要告一段落。这些小时候有时候做的挺可爱的。对，嗯，这个琉璃釉了，就是啊什么样？你看这个是不是像小恐龙？是吧？带着脚。对，你看特别憨，特别可爱，是吧？哎，那个加油，加油！哎，王处。走了，走了，车到了啊。好了，我开门。对于夜里的故宫，未曾亲历的人们有着种种神秘的期待。故宫的夜没有想象力不能抵达的空间。原先在第一部这儿办过一日工嘛，他说有一次他出去的晚啊，也就9点来钟吧。他说他约我说9点有人约什么呀？我说真的，我是真不了。9点，晚上9点。如果今天有月亮，这儿又没灯，这儿是一片惨白，那是挺惨，是给你心里造成压力而已。但是说你真是说什么灵异事件没有，其实都是心理作用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，故宫的夜晚经常这样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。这里的夜可能比白天还要繁忙。600年来，不知紫禁城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夜晚。这个保安要把整个的车都要检查了。好，现在就等于这个车，他们已经检查完了，进去已经跟我办完交接了。我进去要负责他们的安全了。每天晚上都很繁忙，这里边啊，所有的运输全部指着晚上，包括运水的、运食品的啊。今夜，施工方申报了2辆渣土车进宫，将这些天的工程垃圾趁夜色运出北京城区。清晨，昨夜的施工痕迹已经被打扫干净，朝阳细细地洒在宫殿上。午门开，游客来。入冬前，养心殿大修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屋顶瓦片的重新铺设。这个瓦呀，应该比这个爆沙的年代还要远。
这是从北边拿过来的。是，一是看啊，它这个龙的这个纹饰，我们说你看它，比较骨力啊。虽然它也爆了啊，这个龙鳞呢，你看啊，也都给爆了釉了，但是它这个形状看还是比较早的。那个长它也不显，不行就稍微收啊，然后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，接触了这，就是说原先是我爸，他就在干这古建，他都干了有10多年20年。是不是下次让你提前跟我说你想问什么，我写个词儿，我也好应付。完成了木构件的修缮和文字的拓印后，完好无损的瓦片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。瓦面背后的铭文将再次隐身，留给后人。其实你说这个瓦它也有年头了，我认为在这儿坏了吧，它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很次。怎么看出来呢？它这个，你看啊。这声音它也是比较次，你看，从重量上，它这个使得这个杆土不是太好，你看，我估计这个可能也是在清朝的时候，应该说经济不是太好的时候。至于这些没能扛过时间敲打的残砖断瓦，将被妥善地保存在库房里。瓦来源于土，承袭于火，为人们遮蔽风雨。在紫禁城中，金黄色的琉璃瓦保护着木质的屋顶、飞檐，成为最引人瞩目的色彩。为了找到质量上乘的琉璃瓦来替补残缺，工程管理处考察过国内多处还保留着传统琉璃烧制技艺的地方。300公里外，火与土正互相淬炼，火劲，土硬，瓦长。别给我擦！明代，山西的琉璃技艺与景德镇瓷器齐名。修建紫禁城时，山西的3大琉璃世家都参与其中。不过，这家位于朔州的车间，琉璃烧制的技艺却来自北京。元代，朝廷在北京门头沟设置的琉璃局，专为皇家供货。明清2代，紫禁城的很多琉璃也来自于此。它们将成为养心殿屋顶上最年轻的一批琉璃瓦，准备经受岁月的检验。这俩一套，我这么大试样，这是让你样。这个要单烧，这不能不能平着烧，平着烧它粘，这就得立着烧。出了瓦，拿模具抠出它来，还得抹光，抹完了再从瓦上粘。它分3个部位，这个。脊兽是传统建筑上的琉璃精品，很少有人能叫出这些飞禽走兽的名目，只知道五脊六兽被用来形容游手好闲。但实际上，它们中的每一只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，有的负责灭火，有的负责吉祥，有的负责凶猛，有的负责公正。这些脊兽日夜不倦地守护着古老宫殿。随着养心殿屋面工作的顺利完成，遮挡了500余天的顶棚终于开始拆除。习惯了风吹日晒的瓦片和脊兽们，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马上就把这么多就拆掉。
在可查考的资料中，紫禁城曾经的主人只有末代皇帝溥仪上过这些宫殿的房顶。600年间，不断于砖瓦琉璃打照面的是一代代建筑工匠们。建筑就是活的呀，包括它那信息，你要是在这个里边工作时间长了，你就能读懂它那个信息啊。说哪怕1个小时候1个瓦当，都是一个文物啊。或者说，它跟国博跟首博不一样的，不就是因为它有，就是这个体量的这些古建筑，只有把这些材料都可以定位回它在历史当中的那个位置，它才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。600年前，紫禁城在北京落成。600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高手匠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，不断延续着这片古老建筑群的生命。人逝去了，宫殿还在；宫殿老了，总有新人来。朽木与新材，古人与今人，紫禁城不变的模样背后，是物与人的永恒接力，是对宫殿建筑之美的无穷热爱。提的这3件文物我们是认为看的是工艺。宗旨是最小干预、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遗迹。故宫的建筑里头，哪个是用金量最多的建筑？它那种大气象，无法比喻的。说没有一个建筑，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时代。